Hello，大家好，我是波波。今天是星期二，那么来到今天呢，这个柔佛选战呢，其实呢就已经是进入了竞选期了。那么我本来就已经是想到说呢，这一次的这个柔佛选举呢，是属鹿打响第一支炮的重点战。除此之外呢，之前呢，这个穆大因为靠着西蒙让路，所以呢，在这个柔佛州有一个州议席。但是这一次这个优势没有了，那穆大这一次会怎样使尽浑身解数来为自己守土呢？那我相信呢，穆大如今呢已经是不求突破了，但求可以保住原本的议席啊，那么就已经是大功一件了。而 PSM 呢，久久都没有办法在罗佛州插旗，可是这一次呢，还是勇敢的上阵的。那我觉得呢，比起那些老派政党啊，这一些新兴政党呢，反而才是更有看头的。这次的这个柔佛选战呢，可以说真的就是多角战嘛，因为你看，比如说属鹿党呢都上阵15席，而西蒙呢跟国政呢是上阵全16席的。哎，国盟呢不知道是不是悄悄的在后面呢跟国政达成协议，哎，随随便便少几个席位，意思意思，做做样子就好了啦。因为我相信他们也清楚知道的，上一次的大选呢，西蒙可以获得82席，这个82席你以为是怎么来的？不就是因为国盟跟国政正面对打，分散了马来票，才让西蒙有机会突围而出吗？所以现在人家学聪明了咯，人家要搞马来人大保护伞，所以呢，国盟让位呢，国政绝对是得利的。那么西蒙要突破啊，要突破重围啊，其实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尤其呢，国政原本呢就是这个巫统的传统强区，柔佛也是巫统啊诞生的地方啊。早在选举之前呢，巫统呢就已经做了许多的手脚啊，比如说跟皇室高调合照啊，让皇储呢间接的去认可巫统啊。其实这个呢都是可以吹票的一种常见的手段来的。哎，不过呢，今天呢，如果大家来看我的标题呢，我的重心显然不是放在马来选区，也不是放在说今天啊西蒙能不能够跟国政抢马来票。如果你要我说这个答案的话，我简单的告诉你，暂时是抢不到，暂时是看不到有任何抢得过的那个痕迹啦。所以呢，讨论马来票呢，那似乎已经是一种觉得，如果有人跟你说啊，这个西蒙这一次可以抢到马来票啊，我觉得呢，那都只是哗众取宠了。我说呢，其实呢，飞马来票呢，在这次的泸州选战呢，是更有看头的。因为它作为属鹿的第一支炮呢，它就已经可以定调说，在接下来的选举当中呢，属鹿能不能够分到华人票？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柔佛州选战呢，它只是一个 test water 一个试水温的存在，并不代表说呢，这一次的柔佛选战结果出来怎么样呢，就一定会定调说，哎，属鹿能不能够抢华人票啊，还是不能？因为呢，我相信呢，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政局呢，是在一个很 dynamic 的情况的，是持续在一个动态的情况当中的，所以这一次的选举成绩呢是不能够一举定成败的，好不好啊？你看以前行动党崛起也不是一届两届的事情，也是几十年的事情啊。所以呢，属鹿党这一次呢，我觉得如果啦，可以在几个重点选区保住安贵金呢，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但是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拉菲兹跟安华对比，谁才是更好的老板？讲到这个标题呢，其实就是要回应最近呢，同心党候选人乌伟汉在他的扯拉骂他的头炮扯拉骂里面，居然大谈养猪场事件。那你问我谈养猪场事件可以吗？作为一个选民，我当然是希望候选人能够出一个回应。那我从来都不会期待说呢，一定要候选人呢大力去捍卫这个养猪争议的，我只会要求行动党这么做啊。你觉得我很双标？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想呢？第一，行动党是雪州的执政者，而且从2008年起呢就执政至今，已经有18年了。那么你作为这个执政者，一个行业啊，从有到无，你是不是要出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呢？第二是你自称掌握着95%的华人选票，那养猪场是华是很在乎的一个议题啊。你既然说你拿着这么多的华色的选票，那么我们投给你了，我难道没有这个权利去质问你吗？所以我对应行动党会有这样子的要求，可能对公正党、对整个西蒙都会有这样子的要求，因为你们既是执政者，你们也包揽了大部分的华人的选票。可是今天其他政党不一样，
其他政党呢是作为挑战者的角色，就好像你看那种什么好声音，有那种外围赛有人来踢馆，有没有？这种新兴政党呢，就是这种踢馆的存在。对于踢馆者呢，你可能不会要求他唱到像那种老牌歌手这么好，可能他这一次的表现有点 surprise， 你就会觉得啊，应该给他进来，那么接下来的表演才会更加的好看，有没有？所以呢，对于踢馆者呢，我的期待是没有这么高的。我甚至是觉得说呢，如果你不提养猪呢，我也觉得这个是情理之内的。你可以提一些别的事情啊，比如你提像神庙，神庙可能没有那么敏感嘛，因为神庙呢，你要解决呢是可以解决到的，它毕竟只是一个土地问题而已。你只要调整一下土地政策呢，而且这个事情也没有到 full stop 啊，对不对？这个土地的神庙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神庙呢还更容易解决，养猪来的 full stop 是难一点啦，对不对？啊，而这一个同心党的候选人呢，在他的头炮当中提养猪呢，其实就已经很吸睛。你看啊，本来呢，这个属鹿党呢，大家都觉得，哎呀，没有看头的啦，又是打安全战跟穆大什么差别，又是一个穆大罢了。但是这个候选人呢，他直接就跟你讲，我们跟穆大就是不一样的，因为穆大呢，从成立到今天呢，完全都不敢提的这些事情呢，我头炮我就跟你提，OK，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了，导致许多马来的选民呢都去攻击拉菲兹，都去攻击同心党，哎，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提这种敏感的课题？那如果要我去评论呢，我觉得呢这件事情呢，如果你要提，你可能可以用一种更保守的方式，毕竟对于踢馆者呢，我的要求不会高，可能你觉得说，我们觉得养猪的这个争议呢，对华社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所以呢，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我们可以怎样的在其他地方呢，做出一个更好的选址之类的。候选人他不是这样含蓄哦，直接就跟你讲说，有人住在养猪场隔壁病死了吗？哈，有人生病了吗？啊，这一个是一个很劲爆的开头，真的，我听了这个扯拉骂，我也是觉得哈。哇，你好大胆哦，你好劲爆！你讲的这一番话，甚至是许多网红都不敢讲的，那你敢那么讲？所以真的，老大，我敬你是一条汉子，我真的敬你是一条汉子。你讲话实在是太直接了，一吸睛，太抢眼了。也就是因为你这种这么激烈的这个扯拉骂的方式呢，马上呢，当然会引起反对的声浪了。那么拉菲兹的回应其实才是我们最期待的。拉菲兹他是怎么回应的？哎，第一，他没有谴责这个候选人哦，他没有说哦，他也没有去切割，他没有说这个伟汉的言论呢不是本党立场，他没有讲过这样子的话。他首先呢是跟你讲说，他尊重这个候选人提出的意见。OK，这个候选人他可以去提他关注的事情，既然我们选了他，我们就尊重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表示说，大医士就是要成为全民的大医士，即使你觉得今天这个议题很敏感都好，但是它是华社很在乎的议题，所以呢，这些事情我们不能够忽视的。我们不是为了顺从马来选民呢，不去提这种事情。那你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拉菲兹今天跟你摆的姿态了。OK，他是真的是从一种很大方、很宽容的角度去看。第三呢，当然他不可以跟你讲说他同意养猪场是怎么样。因为确实是已经引起反弹了，但是拉菲兹的做法呢，他是说接下来他们会出一个 guideline 来跟候选人说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大概是这样子啦。但是这个 guideline 的内容呢是没有，媒体是没有公布出来的。那他也是说呢，我们必须有一些管制，否则我们会很难交代。OK，他用的词是我们会很难交代。其实这样子是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情的。因为就像我啊，我没有期待同心党呢作为一个踢馆者要去挑战这么高难度的一个关卡，你知道吗？那如果你说你难交代，我当然明白，作为一个新兴政党，你首先最需要的是先要得到支持先，你不用一来呢就踢最高 level 的那个馆的，你可以先从一些简单的开始。所以我觉得呢，整体来说呢，拉菲兹的回应是让人很舒服的，OK，而且我觉得他也不会让这个候选人难堪，他没有切割，他没有说啊，这个候选人我讲没有这样子，他就是说觉得，我觉得我们可以再 streamline 一下我们接下来各个候选人在各地的演讲。啊，这个回应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回应呢是非常好的，在公关来讲呢，真的是满分的表现。那么，为什么我会拿安华出来讲呢？那我来讲一下安华在同样的事情上面他是怎样的立场。那如果大家记忆犹新的话呢，之前张庆信呢就因为出席了一个旅游部的活动啊，他说这个不是旅游部的活动，他说这是一个民间办的活动，他只是受邀出席而已。那么在这个活动呢，它是一个中马的旅游交流活动。那
中马旅游嘛，就最后呢就拍了一个拿着啤酒要敬酒的照片，就是因为这样子呢，被人打一个正着。那他们就那些反对的人就说：“喂，这么旅游部官方活动可以有酒的咩？政府活动可以有酒的咩？这个显然是不能够接受啊。”所以呢，他就这个事情就被人拿来大做文章啦。这个张庆信呢，也自然被点名说，哇，你看这种部长居然在这个官方活动喝酒，成何体统啊？我们政府活动那也可以有酒的。OK，但张庆信呢，他其实第一他是没有认的，OK，他没有认错，他从来没有道歉，他只是说我已经解释了，这个不是政府活动啊，这是民间活动来的，民间活动要放酒不要放酒，我不能够控制他们，这是商业活动的自由嘛。我知道这是出席而已，那别人就讲，什么有 logo 啊，反正就是到最后没有人搞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活动了。但是张庆信他就是不要道歉就对了。那安华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其实安华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不要处理，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活动都已经结束了，照片也拍了，酒也喝了，这个事情都过去了，那么其实你还有点评的必要吗？但是安华他偏偏出来点评哦，他就出来讲说，张庆信那样做是不对的 ，OK？那媒体用的字眼是严厉警告、严厉训斥、严厉谴责。那当然，安华并不是那种会暴跳如雷的那种骂的方法啦。但是呢，既然这个媒体带出来的讯息是这样子，那不管安华的原本的意思是一个善意的提醒，还是一个严厉的警告呢，在大众的印象里面，他就停留在严厉警告、严厉谴责，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种感觉就是呢，今天你的部长呢做了一件事情，连那个部长自己都不要认错，部长自己都不要认错，但是首相出来替他认错，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呢，张庆信都没有承认他做错，他也没有讲这个是官方活动，可是安华你这样子出来严厉谴责呢，那你是不是间接承认这就是一个官方活动？你是不是就是间接帮张庆信承认他在政府活动里面有酒？所以呢，这样子做到底对谁好？首先，你肯定就是打脸了这个非马来人社群嘛，因为非马来人社群对于喝酒这件事情是很在意的。那你这样子做就是打脸了这个非马来人社群嘛。对于马来社群呢，本来张庆信是有要解释的，但是你这样子打了他一巴掌，他直接都不能解释了。你的这个训斥已经把这个活动定性为一个官方活动了哦。这样子做既伤张庆信的脸面，在选民当中呢，也两边都不讨好，两边都不买账。按照你这样子骂马来选民，对你的好感度是增加了吗？也没有，也没有起到这样子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得罪全世界，然后呢，事情继续原地踏步，可能还得罪买张庆信 team。那 OK，那我们说，我觉得今天的标题叫做“华跟拉菲兹谁是更好的老板”。我觉得一个好的老板必须具备的潜质就是，当你的团队的人做错事情的时候，就是你认为他做错的时候了。OK，我们姑且不论那个人是不是真的做错都好，你是抱着一个怎样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人的？你是想要采取一个我们是站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做错，就是全部人做错，还是说马上切割？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带领一个政府、带领一个团队的一个看法。那么我相信从我刚才的分析当中，大家都已经可以比得出哪一个领袖在处理这种政治危机方面、这种公关危机方面呢是有更好的一个表现的。OK，那么除了有人这种疑似做错，你要去惩罚他之外，那如果今天有一些人，你的团队当中真的有一些人做古做怪，做出一些跟你既定立场不同的事情的时候，那你是怎样子去处理的？那我这里也讲了，当然就是阿克玛啦。克玛在于各种这个真主阿拉瓦子的事情这个五金店的事情，这种国旗事情当中蓄意炒作。你看安德华可以很快的出来去严厉谴责张庆信，但是对于阿克玛他一忍再忍，对于乌统呢他一直让步。其实他这样子的让步有用吗？其实是没有用的，因为呢，安达已经变成了这个马来选民里面一个人传人的一个用词。所谓的安达就是说呢，乌统呢一直被这个 DAP 所控制，所以呢，这个乌统既流失选票，西蒙也是继续流失选票的。当然啦，我觉得可能西蒙他没有在流失，因为西蒙的马来票本来就是
那群原本就会选择支持你的人呐、那些原本就选择支持西蒙的马来选民呢，他们根本都知道行动党从很早很早开始就已经是跟公正党在一起了的，所以你为什么不要换位思考？是说我今天要做的东西呢，我应该是选择去守着这一些呢，支持我们这个路线的选民，而你一直想要去吃着碗里的，眼睛看着隔壁碗的，你一直想要去拉这个乌统的选民过来去支持你，这样子的做法显然就是吃力不讨好，到最后你也没有办法做到。你看这个乌统呢，你给他3分颜色，他就开软缸了的。深州是这样子，深州做不成，攻边不成，就跟你搞罗佛州咯。罗佛州3年不了就大选了，这个摆明就是一场报复来的吗？就是报复他在深州创位不成，就在罗佛跟你搞这一套咯。所以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伙伴呢，你还要对他无限制的忍让，那你到最后你得到了什么呢？选票马来票呢，你是没有办法回升的。你要仰仗乌统的支持呢，来让你获得足够的支持。乌统也是没有想要黏着你不放的，你知道吗？乌统也是那种我跟你一起做政府呢是被迫的，因为我们都不够票。如果今天我站住脚了，我就一脚踢，我就一脚把你甩开了啦。OK，所以呢，我觉得西蒙如果还抱着那种要靠乌统的选票来支持自己呢，这个想法真的是很天真。乌统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伙伴来的，而且就算今天乌统要跟你做伙伴都好啊，他也肯定要做老大的，是轮不到你西蒙要派人出来做首相的。那既然你们的路线都如此不同，我都不懂为什么还要一直这样子去迁就跟退让。所以呢，今天呢，这个拉菲兹，当然他们在选前呢就已经有很多人就问他们啦，你们真的为什么不要跟 MUDA 不要跟 PSM 合作呢？OK，不要跟 MUDA 不要跟 PSM 合作。那这个属鹿党呢，他们的那个立场也是很鲜明，他们就觉得说呢，我们看过太多的政治合作，然后没有一个是 work 的，OK，没有一个政治联盟是真正长久，是真正行得通的。所以呢，我们打算走自己的路，我们接下来也不会跟任何人的人结盟。那这一句话他们讲的斩钉截铁，我觉得呢，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很傻很蠢，甚至是讲求合作的。你为什么把话讲的这么死？但我觉得呢，其实这个拉菲兹自己都讲了嘛，我们出来呢就是卡米卡兹的，就是这个自杀突围队的嘛。我们都没有想过要安安稳稳，我们都没有想过打安全牌，我们就是来冲锋陷阵的。那既然你都已经打算冲锋陷阵了，那么为什么还要顾虑这么多呢？我觉得当然了，选前呢这个态度是正确的，但是选后呢，可能那个态度就要放缓，然后以寻求合作的方式呢，再看你可以怎样增加你在这个政治上面的影响力。毕竟今天呢，其实即使呢你在同一个政府里面，也不代表说你不可以提出反对意见的。OK，你看后座议员，我们也会期待他们提出反对意见的。如果政府今天推出一些法令呢，是我们觉得不适合的，我们也会期待后座议员呢来发声。比如你看现在呢，这个李建聪啊、王继全的几个处于一种尴尬的灰色地带的，哎，就天天在国会里面反对这个反对那个，这个也是可以的嘛，对不对？后座议员，即使今天你是政府的议员都好，不代表说你要噤若寒蝉，不代表说你要看到政府的政策不合理，你不可以出声。所以我觉得，即使未来呢，这个属鹿党寻求政治合作，也并不代表说他们不能讲话，而是你还是可以继续讲话的，OK？但是呢，如果有什么地方可以合作的话呢，那么就可以去做。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但当然了，前提是呢，属鹿党也有自己的根基啦。因为政治是很现实的，今天你拿不出 numbers 哦，那别人就看不上你，那你就不用再谈合作了。可是我觉得呢，其实我们现在就是需要一个这样子的清新的存在，我们的政坛很需要这样子一个清新品牌的存在，帮我们去讲一些别的老派政党都不敢讲，不能够去讲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开始啦。而且呢，你看啊，我觉得这个属鹿党这一次可以这样快的获得关注呢，就是因为呢，可能他们上很多 podcast，可能他们真的是有去认真看各种仙家网红的评论。我不能说每一个人讲的话都是有道理的，包括我自己，可能有时候我发表了一个言论之后呢，我再三去想，可能我也会有改变立场的时候。但我觉得呢，重点就是你有没有广泛的去吸收，然后自己呢来做一点分析。我觉得他们显然呢是可以走出跟 MUDA 还有 PSM 不同的道路的，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去坚持说不要跟其他人合作呢？那或许是有原因的。
因为呢，我猜呀、如果今天啊，楚入党啊，他去跟穆大跟 PSM 合作，而他们的候选人呢发表了这样子的言论呢，那么记者一定会刮的吗？他们就会去问穆大跟 PSM，喂，你看你们的盟友的候选人讲这样子的话哦，你们有什么看法？我猜啦，我猜，OK，真的是我猜，我猜穆大跟 PSM 的回应呢，要么就是不回应，他们可能会选择说，我们尊重我们有党候选人的言论，他要讲什么就给他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可能就会跟你做切割，就是讲，哎，这个是他们家事情，不关我们的事啊。OK，可能这个是我们会跟拉菲兹在讨论的啦。OK，我相信这是一个误会之类的，我相信他们也是这样子去含糊带过的。可是今天我觉得拉菲兹在处理这件事情呢，他是不含糊的，他既承认说他们遭到反弹，但他没有去跟那个候选人切割，也没有去言律训斥。目前为止啦，我怕等一下真的是过2天出一个文告去谴责他了，那么就尴尬了，对不对？那至少到目前为止呢，他依然还是说OK，他允许这个自由发言的这个空间嘛。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就是既然你独立独行的好处就是这样子，你不用感到束缚，你也不会有其他的党派给你施加压力，你做决定呢，完完全全就是你自己心里面要做的决定了。OK，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新鲜的尝试。而第二个，我觉得他们可以做的比穆萨更出彩的地方就是呢，他们敢于去应对这些议题。你要想啊，其实这个候选人哦，如果今天呐、RP 这找的都是一些绝对政治正确的，就像我觉得穆萨跟 PSM 这政治正确的候选，是很政治正确的政党啊。那么我相信呢，这个候选人如果他的底子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人，讲不出这样子的话的，你知道吗？要会讲出这样子的话的、哦，本身啊就是所谓政治上面呢不是很正确的，OK，不是很正确的，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属鹿党他们在选候选人呢，也可以间接反映出他们的立场，跟他们在找这样子的一些人啦，嗯。我觉得穆大跟 PSM 的问题就是呢，他们做的太政治正确，太小心翼翼，他们讲的议题永远都是那种没有人会觉得不对的，尤其是穆大啦。你说 PSM 他们有时候去捍卫可能一些非法的，我们讲非法啦，OK，其实就是无证的农民啊，这个城市破荒者，这些人其实也算是政治不正确了。然后你要严格来讲，这些人呢，他们是他们所占用的土地，他们是没有那个地契的。当然，这些是有历史因素，也有政府不愿意帮他们漂白，有种种城市规划当中他们被遗漏的一群，有种种各种不同的因素。但是呢，我觉得呢，PSM 它还是可以去讲这一块东西的。可是穆大呢，他们讲东西哦，不会错的，你知道吗？永远都是站对一边的。比如说这个反贪污啊、塞沙迪啊，呃，这个什么废除恶法啊，这些东西没有人会讲不好的嘛，对不对？可是如果呢，你永远呢都只是在讲这一些剧本的嘛，那么这套戏其实是不精彩的，知道吗？因为这些戏呢，你不用演啊，我都已经知道哦，它的剧情怎样了的。我们今天想要看的就是一些更新的剧情啊，比如说这个抢猪场响第一声雷啊，这个真的是一种看这一个很普通的剧，然后突然间一个狗血剧情出现了，很吸睛，有没有？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政治上面寻求的就是这种新鲜感啊，不要老是在演那种旧的那一套了啦。那种讲真的，反贪污啊、改革啊、废恶法啊，讲很多年了啦。OK，每一个人都可以讲啊，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它重要啊，我们都知道它重要，所以呢，很多人都在讲了啊。西蒙也是跟你讲这些嘛，但是他做不到啦，也是在讲的。所以你要讲一些呢，是别人所不敢讲的。那我觉得在于不管是选票还是选民对你的印象啊，才会加分。OK，那么我先来看一下留言区。很多人都跟我讲晚上好。抱歉，这个我有看到呢。穆大有请这个洪律师帮忙打选战，我有看到那个海报，就是我本来就看到哦，PSM 跟穆大，OK OK，然后看到会有一个这么违和的脸在里面的，OK，看起来就不像是穆大跟 PSM 的人，然后认真一看，哦，原来是洪律师，当然也好啦，因为我觉得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政坛呢，你去帮执政站台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啦。OK，真的是没有什么，你去帮执政党站台呢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
只是哪个执政党嘛，老派政党，它的这个资源那么丰富，没有什么看点嘛，你就是要帮那些弱小的政党站台呢，这样子才有看头。那我讲的是别人呢，OK，那我自己是没有任何政治倾向的，所以不要期待我会做站台的事情了。对，照明符。OK，那这个我也是要特别去点的，这位朋友点出来啊。那如果大家有注意到呢，最近呢这个照明符民主促进会呢，他们也有陆续公布说，有哪一个议员呢是 endorse 他们，就捍卫照明符的正义的这个诉求的。那么在选前呢，这个照明符民主促进会呢，就给各大候选人呢，其实是公开啦，公开发一个公开信说，希望候选人们都可以支持这个赵明府的诉求啦。那么目前呢，公开支持的呢就有这个 MUDA，跟都是同心党跟 PSM 的候选人啦。那么至于乌统、国盟跟西盟，还不知道，可能后面还是会意思意思支持一下啦。赵明福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安全的议题，我相信全马没有人会不支持赵明福，帮赵明福翻案的。大家都，我觉得反对的人呐、其实都只是一直在帮西蒙讲话而已，就跟你讲说做不到了，做不到了，不要再讲了，这个事情做不到了。那其实你越这样子讲了，其实就代表说你越认可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可是政府做不到。OK，这代表说这个事情不重要，只是政府做不到而已。如果这个议题早就已经不重要，那你为什么一直去帮这个西蒙掩饰？你为什么一直讲这个事情不重要，不要再提了？那你就是觉得这个事情重要嘛？你只是觉得说，因为西蒙做不到，所以就不要再提。嗯，我希望接下来还是有更多的候选人可以去 endorse 下啦。这个呢，就像我刚刚讲了，我觉得他作为一个踢馆者呢，对他的要求不能够太高。我觉得他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拉菲之处的态度呢，已经是很有风度了，没有马上就是谴责啊、切割啊，或者去说，要怎样去处置这个候选人，也没有马上去撇清关系，说这个候选人的言论不代表本党立场，他没有这样子表示哦，他反而是觉得说，你可以这样子去讲啦，但是当然呢，我们会很难交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需要一个更加 streamline 的一个立场啊。关于这个倪大炮呢，这个尼克敏，这个尼克敏呢，他当然也是有做一些催票行为啦，比如他就讲说，如果这一次呢，这个乌统在如佛选举大胜的话呢，嗯，那么这个纳吉就会放出来。当然，这个事情是很搞笑的啦。我有在我自己的影片讲过，乌统大胜怎样可以导致纳吉出来嘞？因为第一，乌统本来啦，在罗佛州就已经是大胜了的哦，那他能够再胜的空间其实不多，因为他已经掌握很多席了，你知道吗？鉴于这个乌统本来在柔佛就有这么强大的实力啊，他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很强大的执政党了啊。那么这次他大胜之后，对整个政坛会有什么影响吗？所以这个才是我觉得吊诡的。如果你今天讲说，这个乌统在罗佛都是可能只有10席啦，OK，他之前是西蒙的地位，然后他可以跟你赢到去40席，那就不同讲，OK，那就不同讲，就是代表说他的影响力突然间迅速的去肆虐了。但是今天他本来就很强啊。第二点就是那直接不要放出来哦，跟这个梧桐赢不赢啦，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哦。如果你今天讲啊，这个今天纳吉能不能够被放出来呀、是取决于阿公要不要去特赦他嘛。那么阿公要不要特赦纳吉，跟这个罗佛的选情又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如果阿公真的已经决定要特赦纳吉了，那么不用等到这个选举呢，阿公自己已经是可以这样子做了的，不用看这个选情的啊。所以这是第二点啦，我觉得阿公要不要特赦跟这个选情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第三就是呢，这个纳吉呢，他的身上背负的这个罪行啊，跟判罚是很重很重的。那么继RC 跟 1MDB 过后呢，纳吉呢是还有其他的案件在身的，你知道吗？所以啊，很难去特赦他。你如果真的要完全赦免他啦，是做的很难看啊，真是做的很难看啊。因为呢，这个 MDB 呢，他就被判要做多应该是13年之类的。
那么之前你说做6年可以回家嘛，但是这个 1MDB 哦，你又要做13年哦，那么然后目前为止啦，这个 1MDB 的案件呢是暂时没有特色的，OK，所以并不是说那个纳吉做够6年就可以出来，你做够6年了，你还要再做那个13年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动作了，就算给你再 discount 都好啊，你还不是要做到另外一个6年才可以出来，所以纳吉还是出不来的。当然了，最近呢，这个国会有去提成这个修改这个监狱法，就是呢要为居家服刑铺路了。所谓的居家服刑，就是呢对于那一些罪行比较轻微的罪犯呢，他们可以去就带那种脚上的那种电子设备，然后可以居家服刑之类的，然后或者去做对社区有益的一些事情，将功赎罪。那当然就有可能开始讲说，我是不是要为纳吉而准备哦之类的啊，这种就有一点太多揣测了，有没有？毕竟呢，其实这个电子装备居家服刑的这个提议了，早在纳吉争议之前呢，就已经有人提出过这个建议了。因为第一，监狱太拥挤了，政府要出很多钱来养这些囚犯还不如放他们回去，他们做工呢去养活自己。OK，来，其实要说拉菲兹的强处，除了爆料，我就想不到其他的了。不过至少是多一个选择。看到塞沙蒂的案件，还可以指望什么？那么神奇的巧合都有。那塞沙蒂的案件拖到713，到时候再跟大家评论哦。我觉得说，你说拉菲兹除了爆料之外啊，那其实讲真的，爆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啦。在政治上面，我们需要很多的爆料。如果有人可以爆出赵明福的案的料呢，那是更好的事情。嗯，如果我们看回去拉菲兹之前的那个执政表现，你可能觉得他好像没有什么亮点，看到他只会讲，不会做。可是我觉得在政治上面呢，讲呢也是一种做来的，OK，在政治上面讲呢是一种做来的。大家可能觉得哈，这样都可以。在政治上面呢，本来呢就有一些人呢是专门做服务的，有些人是专门做政策的，有些人呢就要负责去讲。如果大家呢都只是呢在搞沟渠，在搞水电灯，在搞一些什么一些可能政治正确的政策啦，那么当这个阿赞巴基贪污案，当赵明福的案件，当这个首相去接任财长的时候，那么这些事情要谁来处理？谁要去讲？你看啊，我们很多政策之所以会 U turn 呢，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在讲，尤其是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代表呢，帮我们去放大这些声音，不然政府就不会 U turn 这么多政策了，你知道吗？那些我们觉得不对路的政策啊，就会再出浮上水面了。所以呢，我觉得呢，有一个讲的代表是很重要的。那如果你觉得他不会做，那不用紧，我们就把它放到会讲的位置咯，就是一个反对党会讲的位置啊，这个位置大概就很适合他了。这个 Bersama 参选被西蒙骂，Bersama 分票，国盟民政党不参选被西蒙骂，让路放水给国政马华。真的对手排兵布阵，安排上阵也需要按照西蒙要的剧本嘛？这个吐槽的蛮对的。我觉得与其啦，你去什么骂马华，其实我真觉得骂马华很多余啊。你骂这个国政骂国门放水了，也是很多余，你知道吗？因为人家放水的，讲真的，关你什么事？人家要放水，关你什么事？人家要放水呢，是人家的这个政治策略。如果今天你要批评了，尤其是在周选呐、你应该去批评讲说啊，这个国盟不事生产啊，还敢出来选啊？我觉得这种还可以一点啊，就是你 based on 对手做了什么工作，或者是没有做什么工作，你去骂。但是今天人家怎样去排兵布阵，有什么好骂的？你也可以排兵布阵啊，哈，你排兵布阵，人家骂你，你又不爽，然后人家排兵布阵，你骂人家就可以啊。这个穆大立场有点不明，00后很支持穆大，学生很多收到 laptop。OK，当然了，这种选区服务呢，我觉得你应该做的事情呢，你当然要去做啦。OK，你毕竟有一个议席嘛，那你就要服务选民啦。
可是呢，我觉得穆大的立场就是他一直在玩安全牌，不敢玩那些有危险的东西，所以就变成说这么多年呢，还是原地踏步。OK，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么留言区今天还是很热闹的，那么大家当然也可以互相去讨论说，哎，这次属党能不能够突围哦？那么如果有佛州的选民呢，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会给 Bersama 一个机会吗？还是你觉得才不要给他嘞？这种呢就是来搞搞震的，我们要全力支持西蒙才对啊！欢迎你分享你的看法呢，给大家知道的。OK，那么我的看法就是说，我不是选民啦，我当然是不会去左右大家怎样子去投选。可是呢，我会觉得，在选举当中呢，观察候选人呐、跟这些政治领袖的表现呢，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你可以看到平时不会上演的剧情呢，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就会慢慢上演了。那么现在呢，这个选战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嘛，毕竟还是第一个星期。我相信呢，下个星期，尤其是最后那几天开始选情告急的时候那么更多的这种妖魔鬼怪就会出来了，那么这台戏就更好看了，有没有？所以，OK，好，那我们就持续追踪这次的选战，还有并且就关注最近有什么突发的事件啦。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呢，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波波。如果你喜欢本期呢，希望你可以点赞、订阅、分享，记得要 subscribe 波波的 YouTube channel 以及追踪波波的 Facebook page 哦。那么就祝大家晚安啦，很感谢大家今天呢来看波波的直播，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啦，拜拜。